长寿一直是人们关心的话题，我们每天吃的食物就是实现健康长寿的关键之一。许多人认为要长寿，必须吃什么名贵补品或者神奇药材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最近，美国的营养专家公布了一份全球10大最健康长寿食物清单，结果出乎很多人意料，榜上大多都是我们身边常见的平凡食材，其中不少中老年人天天都在吃的鸡蛋，居然也只排在第4名。那前3名究竟是谁呢？而排名第1的食物更是让人大跌眼镜，甚至很多叔叔阿姨们可能压根儿没听说过。让我们以轻松又深入浅出的方式，一起从第10名开始揭晓，看看到底哪些食物击败了鸡蛋，成为真正的长寿秘诀。第10名，大蒜。一提到这味辛辣刺激的调味料，你可能不会把它和长寿联系起来，但大蒜确实榜上有名，而且位居第10。别看大蒜其貌不扬，个头小小，却是实实在在的健康功臣。许多长寿地区的老人都有生吃大蒜的习惯，他们深信大蒜能杀菌防病，这并非迷信。现代研究也证实，大蒜中含有的硫化物如大蒜素，就像天然的抗生素，可以抑制多种致病菌和病毒，减少感染机会。对于免疫力较弱的中老年人来说，每天吃一半大蒜，就像给身体穿上一层抵御病毒的护甲，帮助我们少生病、不感冒。大蒜的健康作用还不止于此，你可能听过吃大蒜能降血压、降血脂，这其实有一定科学道理。大蒜中的有效成分能促进血管扩张，有助于降低血压，还能刺激胰岛素分泌，协助调节血糖。常吃大蒜的人，心血管健康状况往往更好，患高血压和动脉硬化的风险更低。对于担心高血压、高血脂、高血糖这3高问题的中老年朋友来说，大蒜就像是餐桌上的小医生，每天适量吃一点，长期下来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保护作用。当然了，吃大蒜也有讲究，很多人嫌大蒜味道呛人、口气重，喜欢把它煮得软烂再吃，但这样反而降低了大蒜的保健效果。大蒜里的蒜素遇高温会被破坏，杀菌防病的作用也就减弱了，所以最好是生吃或后下锅，让蒜瓣微微变色就起锅，才能尽可能保留其中的营养。另外也要注意，空腹大量吃生大蒜可能刺激肠胃，引起不适，适可而止最关键。总之，大蒜虽小，本领可不小，千万别因为它平凡或味重就忽视了它的养生价值。第9名，番茄。红彤彤的番茄几乎家家都有，有人当水果生吃，有人拿来炒蛋做菜。番茄能上榜健康长寿食物，其实很多人并不惊讶，毕竟它营养丰富又美味。不过番茄真正厉害的地方，你可能还没完全了解。番茄中含有一种宝贵的抗氧化物质，它就是番茄红素。番茄红素是预防衰老和许多慢性病的一把好手。研究显示，番茄红素有助于预防动脉粥样硬化，还能帮助分解血液中的凝块，从而降低中风和心梗的风险。对于中老年人来说，经常吃番茄就像给血管做保养，让血管更有弹性、更通畅。说到吃番茄，不少人喜欢生吃，觉得生吃维生素 C 不会被破坏，更营养。但其实番茄煮熟了吃反而更有营养，这点很多人不了解。生番茄虽然清甜可口，但其中的番茄红素在人体内吸收率不高，反而经过加热烹调，番茄红素释放出来更容易被我们吸收。营养学家建议，番茄最好炒熟或煮汤，并且在加热时放一点点食用油，这是因为番茄红素是脂溶性的，有油脂参与，才能更高效地被身体利用。难怪有人打趣说，炒番茄时多放一勺油，反而更有助于长寿呢。除了番茄红素外，番茄还富含维生素 C、钾等营养素，热量低，纤维多，是中老年人理想的日常食材。特别是对那些食欲不振或者牙口不好的老人，软烂的番茄简直是天然的开胃菜，还能补充水分。一些老一辈可能觉得番茄性凉，不敢多吃，其实只要不空腹大量吃，正常烹调的番茄并不会伤胃。总的来说，常吃番茄有百利而无一害，炒菜、生拌、炖汤各种吃法都能让我们在享受美味的同时，不知不觉收获健康。没想到吧，日常餐桌上一盘普通的西红柿炒蛋也藏着祝您长寿的小秘密呢。第8名，
西兰花、花椰菜。说到绿色蔬菜中的营养冠军，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菠菜、甘蓝之类的，但其实在蔬菜界，西兰花才是真正的佼佼者。它在这份长寿食物榜单中排名第8。别看西兰花长相像个绿色的小树，其营养含量和防病功效可是一点都不小。有研究发现，西兰花的平均营养价值远远超出其他大多数蔬菜，在维生素、矿物质和抗氧化物质等多方面都名列前茅。比如说，很多人以为辣椒、橙子之类水果蔬菜的维生素 C 含量最高，但西兰花每100克所含的维 C 甚至比辣椒还多，可以说是蔬菜中的维 C 小富翁了。更难得的是，西兰花不仅维生素含量高，蛋白质、膳食纤维和各种微量元素也十分丰富均衡，堪称全能选手。中老年人常吃西兰花，有助于提高免疫力，为身体提供充足的营养弹药。西兰花在预防疾病方面的表现也很突出。作为十字花科蔬菜的一员，它富含一些特殊的植物化合物，比如硫代、葡萄糖、苷类，吃到肚子里会转化为具有抗癌作用的物质。有研究指出，经常吃西兰花等十字花科蔬菜的人，罹患某些癌症，例如结肠癌和肺癌的风险明显降低。西兰花就像给人体配备了一套防护盾，不仅抗癌，在保护心血管、改善骨骼健康等方面也有益处。以前人们总觉得吃蔬菜只是补维生素和纤维，其实西兰花还能提供优质植物蛋白，是老年人蛋白质来源的很好补充，对预防肌肉流失也有帮助。在烹调西兰花时，有个小技巧很多人可能不知道，西兰花最好不要煮得太软烂，为了入口软嫩，有些人喜欢把西兰花炖到发黄，结果营养全流失汤里。正确的做法是，西兰花用开水快速焯一下，或者大火快炒，使其保持翠绿微脆的口感，这样既能杀菌去除农残，又不会破坏里头娇贵的维生素和抗癌成分。还有，记得给西兰花搭配一点健康油脂，例如清炒时加点橄榄油或亚麻籽油，因为有些营养必须有油脂参与才能更好吸收。西兰花本是一种从欧美传入的蔬菜，名字里带个西字就能看出来，但如今已经成为中国餐桌上的家常菜。这朵小小绿花菜深受长寿老人的青睐，可谓是小小一颗，营养万千。第7名，豆腐。接下来登场的第7名算是中国人的老朋友了，它就是豆腐。豆腐平平无奇，毫不起眼，但自古就有宁可一日无肉，不可一日无豆的说法，足见它的营养价值。作为用黄豆制成的食品，豆腐保留了大豆的精华，而且更容易消化吸收。营养学家发现，黄豆直接煮着吃，人体对其蛋白质的消化率只有60%左右，但制成豆腐后，吸收率可以提高到90%以上，对老人和肠胃较弱的人特别友好。豆腐所含的蛋白质品质极高，丝毫不输鸡蛋和牛奶，堪称植物肉，一点也不为过。每天吃上半块豆腐，就能为身体提供大量优质蛋白，有助于维持肌肉和器官功能。对于食欲下降、牙口不好的长者来说，更是宝贵的蛋白质来源。豆腐的好处不仅在于蛋白质，它还含有丰富的卵磷脂和大豆异黄酮等营养素。其中卵磷脂有脑黄金之称，能够帮助保护大脑神经，维持记忆力，预防老年痴呆；而大豆异黄酮则是天然的植物雌激素，对维护中老年女性骨骼健康、缓解更年期症状都有一定益处。更妙的是，豆腐基本不含胆固醇，还有助于降低血液中的坏胆固醇水平，对心血管相当友好。难怪老一辈常说鱼生火，肉生痰，白菜豆腐保平安。豆腐搭配清淡的白菜汤，就是传统养生菜的典范，既清热又滋补。说到这里，有些朋友可能会疑惑，豆腐虽好，是否天天吃会不会吃腻，甚至对身体不好？其实只要烹调方式健康，豆腐可以每天吃而不会有坏处。关键是要注意均衡搭配，比如和蔬菜、菇类或少量肉类一起烩炒，营养更全面。还有些人担心转基因大豆制品不健康，但正规厂家的豆腐制作都有严格把关，大可不必闻豆色变。从2000多年前汉代淮南王刘安点石成府开始，豆腐就养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。如今作为长寿饮食的一部分，
这块白嫩的方寸美食依然在默默守护着我们的健康。第6名，红薯。排行榜第6名是一种接地气的食材，红薯也叫地瓜、甘薯。别看红薯土里土气，过去还被嫌弃是穷人饭，实际上它可是著名的长寿食品。在中国民间有句话说，要得长寿，常吃红薯。虽然听着简单，却颇有道理。红薯营养非常均衡，既含有丰富的淀粉提供能量，又富含膳食纤维、维生素和矿物质。特别是红薯中维生素 A、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 的含量都很高，还有大量的钾、铁、铜、硒等微量元素。可以说，一根红薯就装下了小半个维生素片。有营养学家称，红薯是最均衡的保健食品。对于饮食单一、营养不良的老人，红薯是物美价廉的滋补品。红薯对于肠胃健康也大有益处，它丰富的膳食纤维被称为肠道清道夫，能促进肠道蠕动，预防便秘。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都有排便困难的烦恼，经常吃点红薯，有助于保持肠道顺畅，就像给消化系统做了个温和的按摩。另一个，红薯虽然味甜，但它的升糖指数其实不高，比起精白米饭来更为平稳。因为红薯本身纤维多，消化吸收比较慢，不会引起血糖的大起大落，反而适合糖尿病人适量食用。这是不是颠覆了很多人对红薯的刻板印象呢？过去有些人认为甜的东西糖尿病不能碰，但红薯是个例外，关键要适量并搭配其他低糖食物。从历史上看，红薯在东亚地区扮演过救命粮的角色。明朝时期，它从海外传入，因为耐寒高产，帮助无数百姓度过饥荒岁月。但如今，红薯摇身一变成了养生明星，尤其在世界长寿之乡日本冲绳，紫色红薯曾是当地老人长寿的秘密武器之一。想象一下，当年缺衣少食的老人们靠红薯填饱肚子，谁能想到这不起眼的薯块里蕴藏着长寿密码呢？所以啊，不要嫌弃红薯土，在长寿榜上，它可是稳稳占据一席之地。蒸着吃，烤着吃，熬粥，煲汤，怎么简单怎么来，就是长寿的味道。第5名，大白菜。排在第5名的是我们熟悉的大白菜。俗话说，百菜不如白菜。大白菜虽然价格便宜，模样朴素，但营养价值一点也不俗，被老百姓称作菜中之王。特别是在北方地区，大白菜历来是冬季餐桌的主角，不少长寿老人从小到大几乎顿顿离不了白菜。别以为白菜只有水分没营养，其实大白菜的维生素含量一点都不低，每100克白菜中就含有约30毫克维生素 C， 这个数量一点不亚于柑橘等水果。此外，白菜还提供了丰富的维生素 K、叶酸和微量元素，如钙、磷、钾等，对维持身体等很有益处。中老年人常吃白菜，可以增强免疫力、润通便，对皮肤和血管也都有好处。白菜中的纤维素能促进排毒，还能帮助人体更好地吸收其他食物中的蛋白质，所以民间才会有白菜豆腐保平安的说法。白菜配豆腐，营养搭配又经济实惠，难怪过去条件差的时候，靠着白菜豆腐也能身体健康，平平安安。大白菜在预防慢性疾病方面也有一手。研究表明，常吃白菜有助于预防老年性动脉硬化和心血管疾病。白菜中的维生素 E 等抗氧化成分可以保护血管，加上白菜热量低，几乎不含脂肪，是控制体重和血脂的理想食品。很多老年朋友为了降血脂喜欢吃燕麦、玉米，其实别忽视了身边的白菜，它的效果一点不比那些五谷杂粮差。说白菜是平民人参也不为过，它虽然廉价，但提供的营养一点都不廉价。以前物资匮乏时，一颗大白菜能炖上一大锅，全家老小都能吃得饱饱的，同时摄入宝贵的维生素。即使在今天，白菜仍然是健康食谱里不可或缺的一员。煮汤、凉拌、炒菜、腌酸菜，各种吃法不仅丰富了餐桌，还默默地为长寿添砖加瓦。第4名，鸡蛋。终于来到大家期待已久的鸡蛋。不少人原以为鸡蛋应该稳拿冠军，毕竟民间一直流传着鸡蛋是最营养的食物之一的说法，甚至还有长寿老人每天吃鸡蛋创纪录的故事。但这份榜单上
鸡蛋只排到了第4名。这说明即便再好的食物，也不是吃越多越好。一枝独秀的鸡蛋确实是物美价廉的营养弹药库。一颗小小的蛋几乎集合了人体所需的大部分营养素，包括优质蛋白质、脂肪、维生素 A、维生素 B 族、维生素 D、维生素 E 以及铁、磷、锌等矿物质应有尽有。对于牙口不好、胃口不佳的老人来说，一颗煮鸡蛋就能提供满满营养和长久饱腹感。难怪很多营养专家都建议中老年人1天1蛋，为健康续航。鸡蛋和长寿的关系也有不少趣闻轶事可以佐证。世界上曾经有一位非常长寿的老人，活到了117岁高龄。他自述长达90多年每天坚持吃鸡蛋，其中居然还包括生鸡蛋，并认为这是自己的长寿秘方之一。当然，我们并不建议大家学他每天吃3颗蛋还生吃，毕竟普通人没那么特殊的体质。尽管如此，鸡蛋作为长寿食物的重要性可见一斑。许多100岁老人回顾自己的饮食，也普遍提到经常吃鸡蛋。鸡蛋中的胆碱和卵磷脂对大脑非常有益，能够保护记忆力，降低老年痴呆的风险。蛋黄里的叶黄素和玉米黄质对保护视力也有帮助，预防老年黄斑变性。可以说，一颗蛋不大，却对全身上下都有滋养作用。不过，既然鸡蛋没拿第一，我们也要想想它的弱项或是饮食中的误区。首先就是关于胆固醇的争议。老一辈很多人谈胆固醇色变，认为鸡蛋黄胆固醇高，吃多了堵血管。其实现代研究已经表明，适量吃鸡蛋并不会显著升高血液中的胆固醇水平。大多数健康成年人每天1个蛋是完全没有问题的，甚至对心脏有益。但如果一下子吃太多，比如1天5、6个蛋，对消化吸收也是负担，多余的营养反而可能转化为热量囤积。另一个误区是有人喜欢生吃鸡蛋，以为营养不流失，这其实很危险。生鸡蛋不但吸收率低，还可能藏着致病的细菌，比如沙门氏菌，千万不可取。正确的做法是把鸡蛋煮熟蒸透，或者炒至凝固，既保证卫生，又易于吸收。总之，鸡蛋虽然常见，但千万别小看了它。每天1颗蛋，营养又康健。不过也要记住，长寿靠的是均衡饮食，光靠鸡蛋还不够哦。第3名，纳豆。季军位置的食物可能有些人还不太熟悉，它就是来自日本的发酵食品纳豆。纳豆在日本被誉为长寿之粮，这次也入选了全球健康长寿食物前3名。纳豆其实是用黄豆经过纳豆菌发酵制成的，样子黏黏丝丝，气味独特。初次见到的人也许会有点退避三舍，但就是这一份貌不惊人的发酵豆，蕴藏着惊人的健康能量。首先，纳豆在发酵过程中产生了很多对人体有益的活性物质，其中最著名的要数纳豆激酶。这种酶具有溶解血栓的作用，可以说是天然的血管清道夫。中老年人容易血液粘稠，形成小血栓，纳豆激酶能帮助把这些隐患清理掉，预防中风和心梗。很多日本老人常年早餐吃纳豆拌饭，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率相对较低。纳豆激酶功不可没。纳豆的另一大营养亮点是维生素 K2， 这是一种在发酵过程中产生的维生素，对骨骼健康非常重要。维生素 K2 能帮助把钙质引导到骨骼中，防止钙沉积在血管里。简单说，就是既能强健骨骼，又能保护血管，对老年人预防骨质疏松和动脉硬化都有双重好处。纳豆还含有大豆原本就有的异黄酮和皂苷等成分，这些物质有一定抗癌、防炎作用。有研究发现，常吃纳豆的群体，某些癌症的发病率比不吃纳豆的人更低，这可能要归功于纳豆中这些神奇的天然化合物。可以说，纳豆虽其貌不扬，却急降血栓、护心脑、健骨骼、抗肿瘤等多种功效于一身，难怪能跻身长寿食物的前3强。对于中国的中老年朋友来说，纳豆也许有点陌生，其实我们中国也有很多类似的豆类发酵食品，比如长寿之乡广西巴马就有发酵的豆豉，功效和纳豆有异曲同工之妙。纳豆的吃法很简单，传统上日本人早餐会在纳豆里拌酱油和芥末，
搅拌出黏黏的拉丝后，浇在热腾腾的米饭上。一开始吃不惯它的味道也没关系，可以少量多次尝试，或者加点醋、洋葱来中和味道。说不定吃着吃着，你也会爱上这独特的美味，同时获得长寿密码呢。纳豆也启示我们，有些看起来怪怪的传统食物，其实是老天给人类准备的健康宝藏，只不过很多人还不知道如何去享用。第2名，鱼类。亚军得主是一个大类别，那就是鱼。这里特别指深海鱼等富含优质脂肪酸的鱼类。常言道，吃鱼的孩子更聪明，其实吃鱼的老人也更长寿。鱼肉在各种肉类中被公认为最健康的蛋白质来源之一。首先，鱼肉富含高品质的蛋白质，氨基酸组合接近人体需要，容易消化吸收，不像有些红肉脂肪多吃了惹人生病。尤其是深海鱼类，例如三文鱼、沙丁鱼、秋刀鱼等，不仅蛋白质含量高，它们所含的脂肪也大有学问。鱼的脂肪中富含对心脏有益的 Omega-3 脂肪酸，这是一类多不饱和脂肪酸，包括 DHA、EPA， 能降低血液中的甘油三酯和坏胆固醇，预防血栓形成，减少心脏病和中风风险。对中老年人而言，常吃鱼就像给心脏装了一个保护垫，让血管更通畅，心跳更有力。鱼类还是脑黄金 DHA 的极佳来源，因此爱吃鱼的人认知功能往往更好，老年痴呆的发病率也比较低。难怪日本、冰岛等爱吃鱼的国家寿命都名列前茅。举个例子，日本冲绳的100岁老人特别多，他们的饮食除了地瓜，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海产吃得多，各种鱼虾海藻轮着来。海鱼里的微量元素像碘、硒也很丰富，对预防甲状腺疾病和提高免疫力都有帮助。另外，鱼肉相对纤维少，肉质细嫩，老人容易咀嚼消化，也是它的一大优势。所以在很多养生食谱中，都建议每周至少吃2-3次鱼，不仅延年益寿，也能让晚年头脑灵活，反应敏捷。当然，吃鱼也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。第一，新鲜度很重要，鱼不新鲜容易滋生有害物质，买鱼要挑眼睛透明、腮鲜红的。第二，烹调方法尽量健康，清蒸、水煮、烤制都比油炸要好，避免摄入过多油脂和破坏 Omega-3。第三，鱼刺要小心，老人吃鱼时最好选刺少的鱼类，或者提前把刺挑干净，以免卡喉咙。最后，有些大型海鱼如金枪鱼、鲨鱼可能积累汞等重金属，食用要适量，不宜过频。总的来说，鱼是上天赐予我们的美味良药，一条鱼在盘中胜过无数补药在手中。想长寿，多游向大海，寻找点 Omega-3 吧。第1名，苹果。终于揭晓冠军，排在第1名的长寿食物居然是人人都吃过的苹果。听到这个结果，很多人也许会瞪大眼睛，苹果不就是最普通的水果吗？凭什么排第1？然而正是这样一种平平无奇的日常水果，征服了营养专家们，荣登健康长寿食物的榜首。俗话说，每天一个苹果，医生远离我，这句话可不是随便说说的。科学家发现，经常吃苹果的人，罹患心血管疾病和某些慢性病的风险确实更低。在很多长寿村，老人每天都会咬上几口苹果零食，有的医生甚至打趣说苹果就是全科医生，意思是一颗苹果几乎可以全方位地对人体产生保健作用。这评价着实不低，但苹果当之无愧。苹果富含可溶性和不溶性2种纤维，既能帮助通便，又能在肠道中吸附多余的胆固醇和糖分，起到平稳血脂血糖的作用。对三高人群来说，苹果就是甜甜的降脂降糖药。它所含的果胶是一种可溶性纤维，可以养护我们肠道里的益生菌，让消化更顺畅。苹果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和各种抗氧化物质，比如多酚、类黄酮等，这些成分一起作用，像是人体清道夫，帮我们清除体内的自由基，减缓衰老。同时，维生素 C 又被称为心脏的保护神，能够预防动脉硬化，减少心脏病发作的风险。难怪长期坚持吃苹果的人，感冒的概率也比一般人低，整体身体状况更佳。更神奇的是，苹果对于癌症和中毒也有防护作用。研究显示，苹果中的植物化合物能够抑制癌细胞增殖，
特别是在预防肺癌、结肠癌等方面有所注意。此外，苹果富含的果酸和果胶还能与体内的一些毒素，比如铅汞等重金属结合，帮助排出体外。所以，有人说苹果是天然解毒剂也不为过。听到这里，您还会觉得苹果只是寻常水果吗？当然，有些人牙口不好或者胃肠较弱，生吃苹果觉得涩或者胀气，那也没关系，可以把苹果蒸一蒸，煮一煮再吃。熟苹果更容易消化，而且抗氧化物质依然保存得很好，营养不减反增，非常适合老年人。总而言之，苹果夺得第1名一点也不意外。最简单的往往就是最好的。长寿并不一定要山珍海味或奇珍异草，很多时候我们身边触手可及的平凡食物就藏着长寿的密码。关键在于平日里我们是否有把它们吃对、吃足。看完这份榜单，您可能会发现，原来长寿的秘诀就在我们的菜篮子里。记得多吃上述这些有益健康的食物，同时保持饮食均衡、作息规律、乐观心态，那么长100岁也许就不再只是愿望，而会慢慢成为现实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祝大家都能通过美味又营养的饮食，活得健康长寿，生活甜蜜美满。